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娱乐频道。这里不仅关注影视作品中的精彩瞬间，也希望和大家一起聊聊演员、角色以及故事背后的情感价值。祝各位观众朋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也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频道的关注与陪伴。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王浩真与郭雨欣三搭带来的这场情感戏，楼梯间的一吻，以及两个同样经历过婚姻伤害的人，如何在彼此靠近的过程中完成一次特殊的救赎。如果一场吻戏只是为了制造甜蜜，那么它或许很快就会被观众忘记。但王浩真与郭雨欣这一次的楼梯吻，真正让人产生讨论欲的，并不只是画面本身，而是两个人之间那种欲言又止，想靠近又不断克制的情绪。楼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感的空间，它既不是完全公开的场合，也不是彻底私密的房间，人物仿佛被夹在现实与内心之间。一个眼神，一点停顿，甚至一句没有说完的话，都可能让情绪突然升温。尤其是在两人此前都经历过婚姻中的背叛之后，这个吻就不再单纯代表心动，它更像是一种试探，我还能够相信别人吗？我是不是还有重新爱人的资格？所以观众真正磕到的也许不是甜，而是两个受过伤的人终于在对方身上看见了一点重新相信感情的可能。这段关系最特别的地方在于，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个人拯救另一个人，两个人都有自己的伤口，也都有不愿轻易触碰的过去。经历过背叛之后，人往往不会马上变得勇敢，反而会更加谨慎。曾经相信过的人突然让自己失望，留下的并不仅仅是愤怒，还有对未来关系的怀疑。因此他们之间最动人的部分，恰恰是那种我知道你为什么害怕。有时候真正的理解并不需要长篇大论，一个眼神，一次停留，一句没有逼问到底的话，都可能成为安全感的来源。王浩真和郭雨欣的三搭也让这种默契更加明显。熟悉的合作基础让两人在情绪递进上显得更加自然。观众看到的不是两个角色突然爱上彼此，而是两个已经遍体鳞伤的人在一次次试探中慢慢靠近。这种关系比简单的甜宠更加耐看，因为它有现实生活中感情最真实的一面。喜欢一个人并不难，难的是受过伤以后依然愿意重新相信。很多观众喜欢这类情感故事，很大原因就在于拉扯感。如果男女主角一见面就确定关系，故事自然直接，但情绪空间也会变得有限。而当两个人明明已经产生感情，却因为过去的经历而不敢轻易跨出那一步时，每一次靠近都会变得格外珍贵。楼梯吻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因为它承载了太多没有说出口的话。也许他们想问，你真的可以接受我吗？也许他们又害怕，如果再次相信，最后会不会再次受伤？这种矛盾让人物显得更加立体。爱情不是简单的喜欢和不喜欢，成年人面对感情时还会考虑责任、过去、信任以及未来。因此真正高级的暧昧并不是故意拖延剧情，而是让观众看到人物内心的挣扎。他们不是不想爱，而是太清楚失去信任之后重新开始需要多大的勇气。王浩真与郭雨欣再次合作，很容易让观众首先想到 CP 感，但如果只停留在 CP 层面，反而会错过作品真正值得讨论的部分。演员之间的默契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够留下记忆的，还是角色本身有没有情感重量。这一次他们呈现的关系之所以容易引发共鸣，是因为故事触碰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经历失败之后，人还有没有重新开始的勇气？答案当然是有。但重新开始并不意味着忘记过去，更不是强迫自己立刻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人。真正的重新开始，是学会从过去的经历中成长，同时重新建立对自己的信任。当两个角色彼此理解时，他们并不是替对方消除伤口，而是在告诉对方，你经历过这些，并不意味着你以后只能这样生活。这或许才是所谓彼此救赎最值得珍惜的地方。如今的影视市场越来越重视节奏和情绪，短剧尤其需要在有限时间里迅速抓住观众。
但抓住观众并不意味着只能靠夸张反转、狗血冲突或者制造争议。真正能够长久留下来的作品，往往不只是因为剧情足够刺激，也不只是因为男女主之间的互动足够甜，而是因为人物真实到让观众愿意相信。王浩真与郭雨欣这次的楼梯吻确实可以让人心动，那些若即若离的眼神、暧昧拉扯的瞬间，也很容易让观众一秒上头。但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好甜好磕的表面，反而可能错过了这段故事真正想表达的东西。更值得关注的是，人物在感情经历中的变化。一个曾经被伤害、被背叛的人，并不会因为过去的失败就失去重新相信别人的资格。一个经历过感情挫折、曾经迷茫甚至怀疑自己的人，也依然拥有重新选择人生的权利。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一句浪漫台词，而是人物在受伤之后依然愿意成长，在失望之后依然没有彻底放弃爱的勇气。所以，当我们看到王浩真与郭雨欣之间的暧昧互动时，可以为他们的 CP 感心动，也可以为剧情中的高光瞬间欢呼。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妨多看一部。爱情真正珍贵的地方，并不是让一个人彻底依赖另一个人，而是让两个经历过不同伤痛的人，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信任。这也是娱乐内容能够带给观众的另一种价值。我们当然可以磕 CP， 可以因为一个眼神、一场对手戏，甚至一个楼梯吻而心跳加速，但在故事之外，我们同样能够看见关于信任、尊严、成长与爱的思考。或许这才是一个作品真正高级的地方，它让我们短暂地沉浸在爱情里，却又悄悄提醒我们，无论经历过什么，一个人都值得被认真对待，也都有重新选择幸福的机会。而当一段关系能够让人物变得更加勇敢、更加成熟，也让观众在心动之外获得一点关于生活的启发，那么这份好磕就不再只是短暂的情绪刺激，而会慢慢变成真正能够留在记忆里的故事。感谢大家一路看到这里，也真心感谢每一位观众朋友一直以来对频道的支持与陪伴。如果你喜欢这种有情节、有情感、有思考的影视故事分析，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会继续从人物关系、剧情细节以及情感价值等不同角度，为大家分享更多精彩内容，让每一次追剧不仅能够获得快乐，也能够从角色的经历中发现一些关于人生、爱情与成长的启发。最后也想把一个问题留给大家，如果两个都曾经被感情伤害过的人再次相遇，你认为他们之间最重要的究竟是爱情，还是理解、尊重与信任？如果是你，在经历过一次失败之后，还会不会愿意向一个同样受过伤的人敞开心扉？也许真正打动人的，从来不是一句“我爱你”，而是在彼此都害怕再次受伤的时候，依然愿意给对方一次了解和相信的机会。希望我们在追剧、磕 CP 的同时，也能少一点恶意猜测，多一点理性讨论，少一点网络攻击，多一点对演员和创作者的尊重。毕竟，屏幕里的故事可以让我们心动，但现实中的每一个人都值得拥有基本的尊严与善意。只有观众、演员与整个行业共同保持真诚，娱乐内容才能减少浮躁与喧嚣，拥有更多温度，也才能真正推动行业朝着更加健康、成熟的方向发展。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与陪伴，也感谢每一位愿意认真思考、理性表达的朋友。愿大家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健康，拥有平静而坚定的内心，也能够遇见值得珍惜、彼此尊重的人。愿我们下一次相遇时，依然能够因为一个精彩的故事而心动，也能够因为其中的人生道理而有所收获。如果你也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你认为这段关系最终能够走到一起吗？爱情究竟是治愈伤口的良药，还是重新学习信任的漫长过程？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感谢关注，我们下一期再见。